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有趣的健康谜题。欧洲人日常离不开面包，从早餐的烤吐司到午餐的三明治，下午茶桌上也总能见到面包搭配果酱或奶酪。他们堪称是碳水化合物的狂热爱好者，对面包的喜爱近乎痴迷。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欧洲人如此热爱富含碳水的面包，他们的糖尿病发生率却远远低于许多亚洲国家。这是面包中藏着什么神奇秘密，还是亚洲人的饮食方式出了问题？为什么欧洲人尽情享受面包的同时能保持血糖稳定，而亚洲人稍微多吃一点碳水，血糖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飙？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的糖尿病患病率已飙升至将近 12%， 而法国、意大利等酷爱面包的国家却长期维持在 6% 上下。换句话说，以米饭、面食为主食的我们，糖尿病的发生比例几乎是欧洲人的2倍。难道欧洲人掌握了什么特别的控糖秘诀？要知道，糖尿病绝不是小问题，一旦罹患，不仅需要终身控制饮食，还可能引发心脏病、中风、肾衰竭、视网膜病变等一系列可怕的并发症。因此，找出糖尿病高发背后的生活差异，对我们每个人都大有裨益。在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来破除一个常见的迷思。许多人理所当然地以为糖尿病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糖和碳水导致的。然而事实上，糖尿病问题的根源在于胰岛素抵抗。简单说，就是身体对胰岛素这种降血糖激素不够敏感了。胰岛素原本负责把血液中的葡萄糖运进细胞内利用，就像搬运工一样运走血液里多余的糖分。但当胰岛素抵抗发生时，胰岛素的搬运效果大打折扣，血液中的葡萄糖无法顺利被细胞吸收，结果血糖在血管里堆积起来，长期下来就引发了糖尿病。其实，在胰岛素抵抗初期，我们的胰脏会试图超负荷运转，分泌更多胰岛素来勉强维持血糖，但长期下来，胰脏终究不堪重负，胰岛素分泌能力下降，这时血糖就彻底控制不住地飙升了。所以糖尿病的关键不只是吃了多少糖，更在于身体如何处理这些糖分。理解了这一点后，我们再来思考为何欧洲人大量吃面包却能维持较低的糖尿病率呢？这背后可能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息息相关。首先，面包种类大不同，面包并非千篇一律。欧洲人吃的面包和亚洲常见的面包在种类和制作上有着天壤之别。在讨论面包与糖尿病的关系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把面包当成元凶。事实上，面包的种类千差万别，不同的面包对血糖的影响大不相同。欧洲人日常食用的多是全麦面包、黑麦面包，或者采用天然酵母长时间发酵的酸种面包。这类传统面包就像血糖稳定的好帮手，升糖指数相对较低。以全麦面包为例，制作时保留了小麦的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含量极高。我们吃下全麦面包后，纤维就像肠道里的守卫，延缓面包在胃肠的消化速度。碳水化合物会被慢慢分解成葡萄糖，释放到血液中。血糖上升的过程就如同平缓的山坡，不会一下子飙到高峰。反观许多亚洲地区常见的精致白面包或白馒头，制作时经过精细加工，去除了麦子的麸皮和大部分营养，只剩下几乎纯粹的淀粉。这种精致白面包进入人体后，消化吸收极快，血糖仿佛坐上火箭，一下子直线飙升，像过山车那样急剧波动。长期反复如此，剧烈的血糖波动非常不利于代谢健康。而欧洲传统的面包制作工艺也大有门道，例如酸种发酵面包，在漫长的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会产生各种有机酸，这些有机酸就像调节器，能与面团中的淀粉结合，降低淀粉被消化酶分解的速度，进一步减缓餐后血糖反应。想象一下，吃了天然发酵的面包后，体内血糖不会如洪水猛兽般瞬间涌现，而是细水长流般的缓步上升，让胰岛素有足够时间应对。此外，长时间发酵还有一个隐藏福利，它能增加面包中抗性淀粉的含量。抗性淀粉是一种无法被小肠吸收的特殊淀粉，来到大肠后摇身一变成为益生菌的美食，大大促进了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健康旺盛的肠道菌群能减轻体内炎症，提升胰岛素敏感性，所以传统慢发酵面包不仅让血糖上升更平稳，长期食用对整体代谢环境也是一种良性调节。相反地，我们常见的商业面包很多采用快速发酵工艺，为了口感还会加入不少糖和油脂，这样做出来的面包不仅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少得可怜，还因为含糖高、消化快，往往让血糖波动更加剧烈。长期大量使用，无异于在人体内埋下一颗颗代谢的定时炸弹。其实，只要走进欧洲传统的面包店瞧一眼，就能发现端倪。在德国柏林的一家面包坊，货架上陈列着深棕色、表面布满麦麸颗粒的全麦面包，散发出朴实的谷香。对比我们超市里常见的面包，往往是洁白柔软的精致吐司或甜甜的奶油面包，一粗一细之间蕴藏的营养和升糖效应截然不同。前者保留了完整谷物的精华，好比天然原石般质朴，却内涵丰富；后者则经过层层加工抛光，口感虽然绵软香甜，却失去了大部分对健康有益的成分。更直观的数据对比也能说明问题。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全麦面包的升糖指数大约只有52，而我们常吃的白米饭或白馒头却高达接近88。两相比较，高纤维的全谷面包对血糖冲击要温和得多。此外，北京协和医院还有一个真实案例，一位45岁的张先生确诊第2型糖尿病后，把早餐的白馒头换成全麦面包。3个月后检测发现，他餐后血糖峰值从 12.5 毫摩尔每升降到了 9.3 毫摩尔每升，血糖曲线也平稳了许多。可见面包的好坏大不同，选对了种类，碳水也能吃得更安心。其次，饮食搭配更均衡。欧洲人的饮食习惯也在控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可说是营养搭配的大师。在欧洲人的餐桌上，面包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主食，而是总会搭配丰富的蛋白质、健康脂肪和膳食纤维，共同组成均衡的一餐。想象一下，在法国一处露天咖啡馆，一位顾客面前摆着一份简单却精致的早餐，包括一片香气扑鼻的全麦面包，涂上一层细滑的酪梨泥，也就是牛油果泥，上面铺着几片鲜嫩诱人的烟熏鲑鱼，旁边还配有一小盘色彩缤纷的蔬菜沙拉。咬下一口，麦香、酪梨的醇厚、三文鱼的鲜美和蔬菜的清爽在口中融为一体。从营养角度来看，这样的组合堪称梦幻搭配。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就像2位得力助手，在胃肠中帮忙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等于给血糖上升装上了减速缓冲器，让餐后血糖变化更加平稳，不会骤然飙高。相比之下，在不少亚洲国家的传统餐桌上，碳水化合物常常唱主角而缺乏均衡搭配。典型的一餐可能是一大碗白米饭，配上几道用高油高糖酱料炒制的菜肴，再来一杯甜滋滋的含糖饮料。这样的组合，碳水和热量含量爆表，简直是给血糖举办狂欢派对。试想，吃下这么多精致糖分和淀粉，饭后血糖不狂飙才怪。更糟糕的是，长期高糖、高脂、低纤维的饮食，容易让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状态，就好比在身体里埋下了一枚枚隐形的炎症炸弹，逐渐削弱胰岛素的作用，让胰岛素抵抗变得更加严重，糖尿病风险也随之水涨船高。欧洲人在饮食上的另一个优势是他们对食材原型和品质的重视。走进欧洲清晨的市集，摊位上摆满了新鲜欲滴的蔬菜、水灵灵的水果、饱满的坚果，还有一罐罐飘着香气的初榨橄榄油。这些天然未经过度加工的食材富含抗氧化物质、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好比一群健康卫士，保护着身体的正常代谢。反观现代亚洲许多地区，超加工食品在饮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街头的甜品店里陈列着各种精致的糕点，便利商店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含糖饮料让人目不暇给。忙碌的上班族时常以速食点心来打发正餐。这些高度加工的食品不但营养密度低，还可能诱发慢性炎症反应，加剧胰岛素抵抗，长久下来代谢负担愈来愈重，为糖尿病埋下隐患。与此同时，
欧洲盛行的地中海式饮食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尤为典型，因其平衡又天然而闻名。地中海饮食以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的橄榄油、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海鱼、新鲜蔬果和坚果为基础，搭配适量全谷物和乳制品。这种饮食模式不仅使南欧一些国家的肥胖率和心血管疾病率相对较低，也在多项研究中被证实有助于降低第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可见，均衡、多元、少加工的饮食结构对健康的裨益是全方位的，控糖只是其中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营养学研究也证实了饮食搭配对血糖影响的威力。中国疾控中心有研究指出，如果一餐中搭配足够的优质蛋白和脂肪，可以使餐后血糖波动幅度减少约40%。上海的一项临床试验则发现，让糖尿病患者在进食时调整顺序，先喝汤、吃蔬菜，再摄入肉类蛋白，最后才进主食淀粉，只用了3个月，就让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平均下降了接近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均衡的营养搭配就像给血糖装上多层缓冲垫，能有效避免餐后血糖的大起大落。由此可见，相较于过量摄入单一的精致碳水，合理搭配各类食物，摄取多样的营养，才是更健康的饮食之道。再次，生活方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除了饮食之外，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深刻地影响着糖尿病风险。走在欧洲的街头巷尾，你会发现人们非常热衷步行。许多欧洲人有饭后散步的习惯，例如晚餐后的巴黎塞纳河畔，经常可以看到法国人在河边悠闲漫步，欣赏波光粼粼的河水和沿岸古老的建筑。意大利的城市广场上，饭后散步和闲聊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就连爱享受午睡的西班牙人，晚餐后也喜欢出门走走，饭后走一走几乎成了他们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方式。别小看这简单的习惯，它对血糖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吃完饭，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本来会升高，如果此时进行适度运动，比如散步，肌肉就会像海绵一样主动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把糖分转化为能量供身体使用。如此一来，血糖在血管中的停留时间缩短了，胰岛素的负担也大大减轻。再看看欧洲人的作息和饮食节奏，尽管欧洲美食中也不乏高热量的选择，比如香浓的起司、醇厚的红酒、甜蜜的巧克力等，但他们通常能做到定时定量的享用，很少暴饮暴食。他们的一日3餐时间相对规律，尤其是晚餐通常吃得较早且适量，给消化系统留出充足时间运转。想象一下，傍晚7点吃完晚餐，经过几个小时消化，到了就寝时，胃肠已经不那么饱胀，身体在夜间可以更好的休息。而反观一些亚洲国家，宵夜文化盛行，深夜的街头，烧烤摊和小吃店热闹非凡，人们喜滋滋的大啖烤串、炒饭等高油高碳水的食物。夜深人静时，本应该休养生息的肠胃却被迫超负荷工作，胰岛素系统也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试问，深更半夜还让身体消化大餐，血糖怎能不飙高呢？长此以往，身体调节血糖的机能逐渐下降，糖尿病的风险自然就节节攀升。科学研究也为这些生活方式差异提供了证据支持。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一项长期研究追踪了10万人的生活习惯，结果发现欧洲人每日平均步行将近9000步，每周还有几天会进行力量训练等运动。反观中国的一项国民体能调查，发现我们人均每日行走不足6000步。不爱动的生活方式让身体的代谢系统仿佛生锈了一样，处理血糖的效率大大降低。长期缺乏运动还会导致脂肪，特别是腹部脂肪过多堆积，这些脂肪组织会分泌多种引发炎症的物质，进一步削弱胰岛素的作用。更有趣的是，广东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的生活习惯天差地别，哥哥坚持饭后出门走路，弟弟却习惯饭后瘫在沙发上玩手机。10年之后，医生检查发现弟弟的糖代谢指标明显更差，未来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是哥哥的2倍多。这些实例都说明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如饭后适度活动、规律作息和保持体力劳动，对维持胰岛素的敏感性和血糖稳定是何等重要。
除了运动习惯，作息与心理压力也不可忽视。一般而言，欧洲人较为重视劳逸结合，多数人在夜晚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让胰岛细胞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而在生活节奏紧张的亚洲大城市，很多人熬夜加班，睡眠不足，长期下来会干扰体内激素平衡，导致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同时，慢性压力也是一个隐形杀手。压力大时，身体会分泌压力激素，如皮质醇，这些激素会升高血糖水平。相较之下，欧洲社会普遍倡导多和家人朋友相处，定期度假放松，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减轻慢性压力，对血糖稳定也有益处。最后，基因与适应性因素也值得一提。不同族群在糖代谢方面确实存在某些先天差异。欧洲人的饮食习惯经过了数百年的传承演变，他们的身体仿佛已经训练有素，对高碳水饮食的适应能力较强，胰岛素敏感性相对更高。事实上，临床上常见亚洲人即便体重只略为超标，就容易出现血糖偏高，而欧洲人往往要在肥胖更严重时才会出现类似问题。这暗示着不同族群在脂肪分布和代谢方面确有基因差异。例如，亚洲人更倾向于将脂肪囤积在腹腔内脏周围，而内脏脂肪过多特别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让血糖升高提前到来。亚洲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饮食中的碳水比例相对没那么高，摄入更多蔬菜、杂粮等富含纤维的食物，身体对持续大量的精致碳水并不习惯。上世纪后半叶以来，西式高糖高脂的饮食文化迅速渗透亚洲，本来运行在乡间小路上的代谢引擎突然被逼上了高速公路，自然容易不堪重负。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的糖尿病率也出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西方快餐文化盛行的年轻族群中，这进一步说明后天生活方式对糖尿病风险的巨大影响。亚洲国家糖尿病率快速攀升的深层原因就包含了这种基因与环境的错配。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基因并非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我们绝不能把糖尿病高发完全归咎于亚洲人基因不好或者欧洲人体质好。事实上，后天的生活方式对糖尿病风险的影响往往比基因更大。就算一个人在遗传上对高碳水饮食较不耐受，如果能够通过后天努力，坚持健康的饮食搭配，控制体重，多运动，少久坐，依然可以大大降低罹患糖尿病的概率。反之，即使某人先天在糖代谢方面有优势，如果长期暴饮暴食，嗜甜不运动，体重超标，胰岛功能迟早也会不堪重负，糖尿病还是会找上门。所以，基因影响只是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通过自身的选择和努力，都可以改变健康的走向。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欧洲糖尿病发病率较低，并不是因为面包有什么神奇之处，而是得益于他们整体更健康的饮食搭配和生活习惯，再加上长期形成的身体适应。对我们而言，与其单纯怪罪某种食物，不如学习欧洲人的经验，从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上进行调整，多吃全谷杂粮，均衡摄取营养，饭后勤于活动，控制体重，完全可以大幅降低糖尿病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几种有助于稳定血糖的食物，特别是以下6种食材，素有高血糖克星之称。如果能经常将它们穿插在每天的餐桌上，将对控制血糖大有帮助，甚至可以说血糖想要飙高都变得困难了。燕麦可以说是糖友们的福音食品之一，它富含膳食纤维，特别是一种叫做贝塔不聚糖的可溶性纤维，进入肠道后会形成凝胶状物质，犹如在消化道内架起一道减速带，能有效延缓葡萄糖的吸收，防止餐后血糖快速上升。经常食用燕麦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改善胰岛素抵抗。此外，燕麦还含有皂苷等植物化合物，也被发现有助于平稳血糖。更棒的是，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还能在肠道中吸附胆固醇，并促进其排出，对降低血脂也有帮助，可谓一举两得。燕麦营养价值很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是非常健康的谷物选择。建议糖友们日常可以适量吃点燕麦片或燕麦粥，但要注意，尽量选择原味无糖的燕麦食品，不要大量添加糖或奶精。
洋葱其实也是控糖菜单上的一员猛将。洋葱中含有一种特殊的含硫化合物，能够刺激胰脏分泌更多胰岛素，有助于降低血糖。更难得的是，洋葱还富含胡皮素等抗氧化物质，能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胰岛细胞的损伤，相当于在胰岛上加装了一层保护膜。洋葱中还含有微量元素铬，这是参与调节血糖的胰岛素辅助因子，适量摄取有助于增强胰岛素的作用效率。经常吃洋葱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利用效率，对稳定血糖有益。糖友们可以在日常烹饪中巧妙加入洋葱，无论是炒菜、炖汤还是凉拌沙拉，都能既增添风味，又收获健康益处。苦瓜素有植物胰岛素的美誉，它含有一种被称为苦瓜苷的成分，也被称作苦瓜素，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并提高胰岛素的活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糖。此外，苦瓜中还富含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营养素，既有助于减缓糖分吸收，又能增强身体免疫力。对于担心血糖的人来说，适当吃些苦瓜是很不错的选择。虽然苦瓜的味道略苦，但正所谓良药苦口，它的降糖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在传统医学中，苦瓜也早被用作辅助降血糖的食疗食材。民间有用苦瓜泡茶或榨汁饮用的偏方，现在看来，这些土方法背后其实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平时可以将苦瓜用于清炒、煮汤或者凉拌，根据自己的口味巧妙调配，既能降低血糖，又摄取了丰富营养。绿茶是很多人喜爱的饮品，它因健康功效受到推崇。绿茶中富含茶多酚等植物抗氧化物质，研究显示，茶多酚有助于降低血糖和血脂，还具有抗炎作用，对保护心血管也有好处。另外，绿茶所含的咖啡因和茶碱等成分可以适度提高新陈代谢率，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对于控制血糖来说，每天喝上1-2杯绿茶是个不错的习惯。日本曾有研究发现，每天饮用5杯以上绿茶的人群，第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也印证了绿茶对代谢健康的益处。绿茶既能帮助稳定饭后血糖，又没有热量负担，一举两得。不过要注意，最好不要空腹大量饮用过浓的绿茶，以免刺激胃肠道。坚果别看体积小，控糖本领可不小。核桃、杏仁、腰果等坚果中富含膳食纤维和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这2大营养素可都是稳定血糖的好帮手。膳食纤维能延缓葡萄糖吸收，而不饱和脂肪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作用效率。此外，坚果还含有植物固醇和镁、铬等微量元素，这些成分都和维持正常的血糖代谢有关。经常吃些坚果，对降低空腹血糖和改善血脂都很有益。有大型前瞻研究发现，每周食用坚果5次以上的人群，发生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很少吃坚果的人降低了2成以上。此外，把坚果作为加餐零食，还能增加饱腹感，减少对甜食和精致碳水的摄取，一举多得。但由于坚果热量较高，建议每天摄取1小把即可，大约几十克，不要贪吃过量，以免热量摄入超标。魔芋是最后要介绍的隐藏冠军。魔芋可能不像前面几种食材那样常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但它其实是控糖食材中的明星之一。魔芋是一种在东亚饮食中早已出现的食材，例如日本料理里的魔芋豆腐、蒟蒻丝都是经典用法。魔芋富含一种特殊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名为蒲甘露聚糖。这种物质吸水后会形成高粘度的凝胶，占据胃肠空间，明显延缓食物的消化和葡萄糖的吸收。换句话说，同样吃下东西，有了魔芋纤维的干预，血糖上升会变得又慢又少。魔芋本身热量极低，几乎不含可被吸收的糖类，却能带来很强的饱足感，是许多糖尿病友用来代替部分主食的佳品。现在市面上有用魔芋制成的米粒或面条，平时用它部分替代白米或传统面条，既能享受吃淀粉主食的口感，又大大降低了碳水和热量摄入，对控制血糖和体重都非常有帮助。总之，不妨把魔芋纳入你的食谱中，它堪称是让血糖乖乖听话的神奇食物。最后要强调的是，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并没有捷径可走，
但也绝非遥不可及。我们所探讨的欧洲人的做法和上述这些降糖食物，都是着眼于回归健康的生活方式。只要从现在开始，借鉴他们的经验，打造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加上这些食材的辅助，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血糖。与其害怕面包或其他碳水，不如用聪明的方法去享受它们，把控糖融入生活。当养成了良好的习惯，糖尿病也就无机可乘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带来启发，让我们一起朝着健康的方向迈进。